Hello， 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波2024年买到的一些宜家好物啊，很多呢都是低于10刀以下的。宜家呢是我平时特别喜欢逛的地方啊，逛完之后呢再点一份餐，那么饭就不用做了，是一个我们逛街散步吃饭的好地方。我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分享生活厨房好物和礼品、购物攻略、开箱试用、三餐四季等等。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呢，欢迎订阅哦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分享的是这个黄色的橡胶手套，这个是今年新出的款，之前呢只有绿色的，现在呢有了这种特别温暖的黄色，正好可以和绿色呢区分开来用。黄色专门用于厨房刷锅、洗碗、洗菜，那么绿色呢专门用来做深度清洁。这个手套质量挺好的，我现在用的橡胶手套啊，基本上都在宜家买了，补货呢也非常的方便。这个黄色的刷子也特别的好用啊，是和黄色的手套呢是一个系列的。它的刷头呢是圆形的，刷的时候呢非常的好使力。它的底部呢是吸盘的，可以立在这个厨房台面上，好收纳晾干。我之前买了绿色的，个人感觉这款刷子呢是宜家的必买的好物啊。厨房里面还是要多备一些刷子的，刷水池的、刷锅的、刷砧板的，能够分开来用，不同的刷子呢就最好了。这个刷子呢是刚入手的，非常的短，它这个里面可以放洗洁精，按一下的话就会出这个洗洁精。我是打算专门用来刷这个切肉的砧板，这样的话刷砧板的时候和其他的刷子呢分开来用，更卫生一些。这个是圆形的布艺锅垫啊，前段时间打折不到1刀一个，因为布艺嘛，所以特别担心啊汤汁滴在上面的话比较难洗，所以呢我主要的就是用在这个抽屉里面放锅子、盘子，这样的话洗干净晾干的锅子啊、盘子呀放上去之后呢，非常的静音又干净。这款呢有很多的图案，有绿色的和黄色的，都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我发现经常会打折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。这款蜜蜂家一套26个，颜色呢也特别的好看，西瓜红的还有绿色的，这个不用说了，是必买的一个实用好物哦，有了它的话方便很多。家里面的喝水杯子呢，清洗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划痕，要常换常新。这款杯子呢一套6个，更简约，而且呢可以一个套一个，价格非常的低廉，特别适合喝奶昔、橙汁，容量不是那么大，摔坏的话也不心疼。这款高玻璃密封瓶啊，我是在活动的时候买的，它的瓶口呢不是特别小，很好取放食材，稍微倾斜的倒一倒就出来了，放一些干的薄荷叶呀，或者是果干呀。我现在装的是苹果干啊，非常的好用，密封防潮，也可以放一些液体啊，比如做好的豆浆、橙汁，如果多了就可以用这个瓶子呢密封啊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，不易串味儿。这个黄色的保温杯呢，也是我们家天天在用的，特别适合学生来使用啊。它的保温性能还是不错。有一次呢，我上午装了开水，结果下午孩子就说还非常的烫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就只能放温水进去，不能放开水进去哦，防止孩子烫伤。宜家的硅胶冰棍模具一套4个，2个粉色，2个蓝色。硅胶的话还是比塑料的材质呢更安全一些，它配的这个盖子非常的紧实，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会不会倒下来放啊会漏出来，结果还真是啊，它横着放根本就不会漏出来。缺点呢就是没有放冰棍棒的地方，不过自己在家做冰棍的话，材料比较放心啊，做好了之后呢，把它拿出来待一会儿，然后挤出来就可以了，让孩子呢在盘子里面直接来吃。这款呢还是经常会打折啊，大家等打折的时候呢再入。这个餐垫我也非常的喜欢，是深蓝色的，色泽呢非常的古朴，它放在桌上喝茶吃点心都非常的有气氛。除了做餐垫之外呢，用来盖在小家电上呢，做盖布呢来防灰呢也非常的好看，实用又古朴，质感做工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中国风，分享给朋友们。宜家的各种收纳盒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我入手的这款白色的收纳盒，它有带盖的和不带盖的，都非常的好用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各种小的调料袋啊，一些杂物呢都放在这个白色的盒子里面，统一的收纳好。调料用完续的时候呢也比较好找，总之特别适合放一些小零碎，比如针线、杂物，还有放一些药品等等。带盖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摞着放啊，一个摞一个的话显得更加的整洁。这款呢是一个宜家的收纳好物哦。我还买了这种不带盖的收纳盒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宜家的白色的这种收纳盒呢，放在柜子里面呢，非常的干净整洁，也好搭配。我这个呢，主要是用来放在抽屉里面，这样的话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食材呢就可以分区摆放，打开呢一目了然。接下来分享的这款呢是带吸盘的白色的肥皂盒，这个肥皂盒呢可以放在卫生间，也可以放在厨房使用。我非常不喜欢把这个湿漉漉的海绵擦呢放在这个水池里面啊。
放在里面的话，感觉湿气太大了。有的这种吸盘式的肥皂盒呢，用来放这个海绵菜特别的合适，把它吸在厨房上方的这个玻璃上，不占厨房盆池周边的面积。它的托盘呢，可以非常方便的拿下来清洁，吸在玻璃上的吸盘呢也非常的牢固，完全不会掉下来，属于宜家好用不贵必买的一个收纳好物哦。家里面的刮胡刀没地方放怎么办？用这款白色的吸盘挂篮呢，轻松的解决问题啊！可以把它吸在卫生间的镜子上面，放置刮胡刀，这样取用呢非常的方便。它的小挂篮很好取出来，而且呢底部有孔，方便清洁。不仅可以放刮胡刀、牙刷、牙膏、筷子都可以，这也是一款特别好用的收纳好物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刮刀刮玻璃和厨房大理石台面上的水痕，刮刀比抹布更方便快捷，但是用完之后放在哪里呢？有点不太好收纳。那么用上这个绿色的挂钩呢，正好呢就是挂这个刮刀呢非常的方便。当然这款也可以用在浴室里面挂毛巾，属于一个收纳好物，分享给大家。同样啊，绿色同系列的这个挂篮呢，也是我特别喜欢用的。由于我的刷子呢比较多啊，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挂篮。这款呢就比上面那个白色的呢要更大一些，更深一些。平常用的刷子呢都放里面，这样易干燥，好收纳。我还买了一个放在淋浴间里面，这样把常用的一些梳子呢把它放进去，特别的方便。总之呢，这些吸盘式的挂篮呢都非常的好用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选择自己喜欢颜色就好。这个呢是白色的相框，分享它的理由呢就是它的大小非常合适，它特别适合放一些装饰小画或者是家庭照片，可以悬挂，可以放台面，简约美观，百搭任何的家居风格，分享给大家。这款宜家的 iPad 手机支架呢，我已经分享过一次了。分享宜家好物一定不能漏掉它，这个呢是我每天离不开的好物啊。我是每天的固定的时间都会跟家人视频聊天的。这款呢就特别适合视频聊天用，它可以自由的调节支架的角度，可以一边做家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做工呢非常的好，有重量感，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的支架呢都好用。分享给经常和家人视频聊天的朋友们。这个黑色的挂杆呢，尺寸有2种，我长的和短的都买了。厨房里面装了2个，还有门口过道里面也装了2个。厨房里面呢，我主要是用来悬挂潮湿的抹布、毛巾等等，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晾干。门口过道里面呢，我主要是用来挂冬天出门的一些大衣啊，以及孩子们的书包等等。而且这款呢，性价比特别的高。黑色呢，也是一个百搭的颜色，和家居呢没有任何违和感。个人感觉这个是每家都需要的一个收纳好物哦。这个是竹制的搁架，质感呢非常的好。如果空间小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竹搁架呢来增加收纳空间。这款有多种颜色啊，我个人呢是最喜欢这个竹制的，自然材质嘛，增加自然疗愈的感觉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好物。这款呢是一个镂空的可悬挂的一个篮子，我呢是把它用在了洗衣机的旁边，它比较窄嘛，正好可以挂在那儿。平时这个烘干机里面的毛绒啊，还有一些衣服口袋里面垃圾啊，就有了随手可扔的地方了。而且呢，挂在洗衣机上呢，完全不占用地面空间啊，机器人吸尘打扫的时候呢更方便。这个晾衣架也是我离不开的好物啊。由于我们这里天气非常干燥，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烘干机了，节能不少。有了这个小的晾衣架呢，它可以晾袜子呀、小毛巾啊，非常的小巧，不占地方。不用的时候呢，也很好折叠收纳。我原来有一个大的晾衣架，展开呢实在是太大，太占空间了，就淘汰掉了。这个是木质的裤夹，性价比非常的高，用来晾晒裤子呢非常方便。它的这个不锈钢夹子里面有一个塑料垫片，不容易在衣服上留下夹痕，而且呢夹得特别紧，属于衣帽间收纳的好物。我之前呢不知道宜家也有插线板，而且呢还不贵啊，2个一组，太方便了。颜色呢纯白色，干净利索，特别适合于放在办公桌上，方便桌面充电，非常实用，好用不贵。这款白色的蜡烛呢经常打折，我也是买了不少，可以让单调的生活呢更加疗愈，增加家居的氛围，属于点上之后呢马上就能够让心情更加安静的好物。常用的清洁品用品怎么收纳呢？宜家这款清洁用品收纳篮方方正正，每个格子呢可以把这些清洁用品分类收纳整齐，各就各位，拿取方便。一整套清洁工具都一目了然，轻松方便很多。这个金属小花盆家中常备啊，它的底部呢没有开孔，这样方便我们直接把买来的小盆栽呢直接放进去，浇水呢也比较方便。
它不仅有金属色的，还有这款木绿色的，颜色呢更好看，因为木绿色比较低调嘛，跟这个绿植呢一个色系，它不挑环境，跟任何家居风格都能搭配。小盆栽放进去的话，非常的好看哦，喜欢绿植的朋友不要错过。宜家这款浅色的陶瓷花盆有一点点做旧的感觉，特别美，我大的小的都买了。它搭配任何的绿植呢，无论是宽叶的还是窄叶的都非常好看，而且呢非常复古。如果遇到打折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这个大的呢就是9.9块买的，非常的划算。说到养护绿植的话，这款奶油色的小胶水壶呢也是非常的好用，因为它的壶嘴非常的细，特别适合给小盆栽浇水。这样小小的水流呢，直接浇到小花盆里面，不会洒得到处都是。这是属于喜欢小盆栽的朋友啊必买的一个好物哦。说到浇水呢，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大水壶，它的整体呢是白色的，搭配木把手。这个已经买了很多年了，不是今年刚买的，之前呢没有分享过，所以今天也顺带的分享一下。它特别适合给大盆栽浇水，因为它的水流量非常的大，浇起来呢特别快，特别爽。造型呢是细高形状的，又不占地方，和上面的小浇水壶呢搭配用，浇绿植呢就简直太方便了。经常会有人说啊，把植物养死了、干死了，或者是涝死了。我有一个好方法，特别适合懒人和忘性特别大的人，就是不要频繁浇水，一周呢规定1天来浇水。比如我吧，就规定星期天是我的浇水时间，这样一到星期天呢，就条件反射知道今天呢是浇水的日子了。1星期浇1次，植物呢也不会因为浇水太多而涝死，也不会呢因为太干而干死。好了，本期宜家好物分享呢就是这样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大家宜家购物愉快哦。这里有一个消息要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平时做家务的时候呢，非常喜欢听书啊，几年下来呢，特别的受益。经过朋友点播啊，我刚刚成立了一个专属会员区，小森林阅读成长营，我会组织大家呢每个月精读1到2本书，这样的话1年下来呢，差不多有12到24本书的样子。阅读的内容呢，涉及个人成长、亲子教育、健康生活、家务理财等等。成立的初衷啊，就是觉得一个人读呢，不如一群人一起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阅读，而且要写心得，有输入和输出，形成有效的阅读，一起结伴成长。目前本月第1本书呢，已经在读了，所有的内容呢，我都已经放在了会员区里面。1个月不到1刀的会员费呢，算是一个小小的门槛费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没法偷懒的理由啊。当然啊，如果你在里面觉得没有任何收获的话，下个月的话退订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小小的阅读成长营呢，等你来报到哦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祝您健康平安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喽。